我们把家搬到荒野的旁边，更能强烈地感受到这片土地丰富的生命，它自然成熟的果实啊，还有难得一见的野生动物，这些都是在城市的生活当中体验不到的。我是文滋滋。2015年的时候，我跟常小玲在北京的郊区租了一块地，30亩的样子，时间大概是14年。你这要把我挤下坡吗？我们是在读硕士的时候认识的，学的呢都是生命科学方向，后来也一直从事生态保育类的工作。我们每年3月到11月在山上住，试图过一个自耕自食、自给自足的生活。只是有一些工作需要回城处理的时候，我们才会下山。我们住的地方有一半以上的土地都是荒野，农舍呢比较简单，屋前呢是菜园和农田，会种上一些瓜果蔬菜呀、麦子呀、旱稻啊等等。养殖的动物这块数量上也不是很多。羊啊、鸡啊，我们都有专门的牧场和果园，给他们去自由觅食。农舍后面呢，是我们原来土地的主人留下了一片老的果树区。果园的上面呢，是一个海拔大概只有200米的一个小山坡，它里面呢其实有非常丰富的肌理。稍微再往往我的左侧，也就是你的右侧。你现在大固通过红外相机的监测呢，我就能看到很多的野生动物，比如说野生的河。狍子去吃山上的那个树芽，很多的野生豹猫，国家2级保护动物了。当我们第一次看到它们的影像的时候，就特别兴奋，简直太酷了！我们竟然和豹猫做邻居。我们在山上已经生活了7年多了，头2年呢，我们真的是什么也不懂，整天忙得脚打后脑勺，比城里还忙。现在基本上7点钟左右起床啊。夏天一到了，5、6点就得起来。我们生活中有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就是没有自来水，只有老主人留下的一个水窖。每次啊，我们都需要花很大的精力，把水从地底抽上来，然后储存到我们的水窖里。可要是碰上这个零部件坏了，就好几天没水吃。我们就想到了收集屋面的雨水，干旱的时候呢，可以用来喂动物、浇菜。还在门前养出了一块小小的湿地。我们希望获得充足的食物，也尽量要减少对这片土地的冲击力。我们不用农药、化肥、除草剂，依靠维护这个本土的生态系统、食物网，来去控制我们土地当中的病虫害的。用一些动物的粪便和植物的残茬来做堆肥，也是很好的养料。我们俩就设计和修建了这个生态旱厕。每年呢，在固定的时间，把这个人粪和木屑混合收集，它发酵成熟之后是完全没有任何味道的，这种天然的肥料可以拿去到果园施用。我们在村子里呢，找来了很多的废弃的木材和石材，搭建了手作步道，还有一些院墙。墙面里面啊，还有很多的缝隙，是可以给很多的小动物去提供生活的居所的。在山里生活确实成本不高，2个人每个月大概3、4千块钱，穿衣服很少买新的，就是在15年刚上山的时候集中买过一次。我说这2家豆角其实就不太行了，好像在山上生活场景呢就变得简单了。我们不再通过消费去满足我们精神调节的需要了。当你在一个土地上去生产食物的时候，你真的可以感受到一个生命完全成熟的味道，那绝对是市场上买不到的。我们俩目前都还是活给自己的一种状态，有着共同的志向，做一些事情，也没买房，也没有小孩。这样合适吗？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。目前住在山里，父母还是比较支持的。我们俩都很喜欢自然观察，所以地里的活要是干累了，就会约着一起去后山吹吹风，看看野花，看看虫子，就是很好的放松了。
我觉得现在都市人群当中可能会有一种叫自然缺失症的状况吧。你再闻闻你的猴子，很多各种各样的小虫子就会让他特别不安，可能和这个大自然的关系有些疏离。天气好的话，我们特别愿意在院子里做饭，在那儿呢有好几个柴灶，还包括一个烤披萨的烤窑，是我们俩和很多的朋友一起手工搭建的。有时候我们在土地里采收回新鲜的食材啊，做一顿丰盛的晚餐，再点个小篝火啊，大家一起聊聊天，就是特别的舒服，特别的开心。